穿越非洲，我一路被索要小费，但我头铁，硬是一分不给。主打一个我有证件，我合法入境，我凭什么要付我不该付的钱？但这一套逻辑放在非洲朋友身上，似乎不是那么回事儿。从喀麦隆陆路入境刚果布，和我同行的非洲兄弟，即使所有证件齐全，在过边境时仍要被索要37000西法的小费。可你知道吗？37000西法相当于460元人民币，这可是很多非洲朋友一个月的工资。而且这还没有算上路上零零散散在检查点被索要的费用。你要是不交，那就等着被扣、被拖延、被刁难。在喀麦隆与刚果布交界的热带雨林深处，据说生活着一支神秘的原始部落——比格米人。他们身材矮小，世代栖居于森林之中，与世隔绝，延续着祖先的森林生活方式。这个传说般的存在让我心生向往，于是寻找比格米人的疯狂念头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一路追踪线索，穿行至喀麦隆与刚果布的边界，却终究一无所获，计划被彻底的打乱。我好像是第一个来的，然后刚才有一个男的过来，因为大家都想坐在前面嘛，然后他就说他比我先来，我说什么你比我先来，然后又跟我说什么他是警察什么乱七八糟，我不管你是警察你还是什么 ，anyway 我比你先来，我就应该坐在我的位置上，你也别想跟我抢。看我旁边这男的，非得把他那个手越到那儿。很好，还好我跟他说完之后，他把手拿开。比格米人就是从英语的 pygmy翻译出来的，意思是矮人。我现在到这个地方，他们说这个就是比格米人的那个村落，我觉得我失败了。现在天就变热了，我在找这个比格米人。哎，我真的一点思路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重点是这个交通太不方便了，算了，我放弃了。剧情又反转，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多么熟悉的名字啊，乌斯曼。I know Usman from Senegal, Gambia, Mali. So many Usman. 他说介不介意搭乘大卡车？我说不介意。当然，我现在还在揣测途中，看是否安全。但是目前为止，我感觉是安全的。周围人都在叫他 Usman， 所以他的这个身份应该是坐实的。这个车好不轻啊，有点恐惧。我还要不要搭一个车？有意思的，这些非洲的朋友在看中国的影视剧哎。他们这里叫这种烤串叫烧呀。它也不叫 kebab， 也不叫 barbecue， 味道挺好的。Don't worry, me I will pay. Rather you have a long distance to go. Don't allow me to pay. I'm a nice person, so I will pay for you. No problem. 乌斯曼今天已经帮了我很多了，现在也算是比较幸运。想了想，见不了比格米人就不见了，到不了的地方就不去了，就换个地方就好了。好了，我要踏上征程了。我本来以为搭这个卡车免费呢，结果也不是免费，要收我5000西法，但是5000西法也比我搭 taxi 要便宜啊！搭 taxi 他们要我10000西法，也就200公里吧，反正收的我钱有点高。Yo, what's up? Now I don't have internet. Just now I tried to find it, but I didn't find it. So later on, okay? 这个价好高啊 ！Yeah, thank you. Okay, I'll give you message later. Thank you so much. Brother, you got some young. How are you? I'm fine. You know English? 再发现后面还有一个兄弟。Ça c'est quoi? Ça c'est quoi? Ça caméra. Caméra. Oui. 给他们分了点面膜。革命的友谊就这样建立起来了。Bon appétit. Bon appétit. 哎 ，brother. Caméra, caméra. Caméra, inna va imela ya mera caméra. C'est bon? Inna va koma tulli bo bolde. 我们现在停在这半路上，就遇到警察检查。我的证儿什么都没问题，然后刚一到检查就朝我要2000，我说我没有钱，抱歉，我真的没有钱。说我们这个车只能坐3个人，但是我们一共4个人，意思是超载了，就说是司机的问题。我觉得他好像是故意找我理由，因为他刚开始是找我要钱，后来他又把这个看从我身上搜刮不到钱，然后又把这个问题转移到这个车上面。我搭乘这个车我是要给钱的好吗？在这个地方检查我再给钱，到下一个地方检查我再给钱。前面去了那个 motel， 然后3000西法一晚上，我进去那个霉味儿啊！我住那样的地方，我还不如搭帐篷呢。现在就和这个朋友在一起，这个朋友带我去一个安全地方搭帐篷。现在在这个移民局的他这个亭子下面，这个兄弟他在这睡觉呢。好，搭帐篷。投影月亮或者这个泥土里面夹杂一点动物粪便的味道。睡觉了，晚安。早上好。
昨天就在这个喀麦隆的这边的 immigration 打的 jump。要坐车，现在要去刚果在新疆。Thank you。就是在那边的话，就是刚果部这边的 immigration， 那个人找我要2000西法，然后我没有给，我说我是一个游客。后面的这个兄弟，他们是喀麦隆人，要去刚果部那边，他们从喀麦隆到这里，不管是喀麦隆那边还是刚果部这边，就是他们移民局都会找他们要钱，即便他们是喀麦隆人，在喀麦隆那边的移民局还找他们要钱。37,000 right for the immigration. Yes, that's 7. 而且我看见伊曼努他什么东西都有。You have your yellow book. Yeah, I had everything. 出租车往死里塞呀！5座小轿车也就挤了7个人。我今天还好，就是认识2个兄弟，然后我们这样一起拼车的话，能稍微快一点，不然的话，平时你想想，就你自己一个人等着吧，320多公里吧，一人要大概15000西法，我们最后讲价讲了13500。中途又到一个 checkpoint。像我们这些外国人就还好，不用去，他们这些非洲人都得过去，就是可能要向他们索要钱了。就算他们有各种材料、证件，到这个各种 checkpoint 还是要小小的给点钱。You pay money? Yeah, 1,000 per person. You also pay money. 已经在移民局花了很多钱，然后这种路上的那种交警啊，那种各种还要从他们身上讹钱，太差劲了。我都不知道这一路上还要碰到几个。这车刚推了一下，现在又不走了，我真的啊！正好看见前面一个大巴车，我们正好赶上，坐这个车去布达柴维尔。3个就跟逃犯一样的，忙急忙慌的，相关的那些部门出示证件，又忙急忙慌的去买这个饭，为他们两个感觉到非常的 sorry 啊，因为刚才他们去那个检查的那个 checkpoint 又被讹了5000西法。这辣酱好辣呀，怪不得刚才我说包括的时候他们都在笑我。在里面他开空调的时候，就是把人往死里吹，搭帐篷月亮。哎，快点，烦死了，脸还没洗呢。千辛万苦找来找去，找到这么个地儿，4000西法。给是呢，地板清洁仪。我天，这个车打夜了，我连死过日给找了。几百年前，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肆意掠夺，非洲人民受尽欺辱。而几百年后的今天，手握权力的官员们把从殖民者那里学来的压迫手段又重新用到了自己的同胞身上，继续让底层的人交钱、低头、沉默。可是想起旅途中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他们并不富有，也没有权势，只是最普通不过的非洲人。但正是他们愿意伸出援手，接纳一个远方的陌生人，为我架起了一座座通往理解与信任的桥梁。也正是他们的善意，让我得以穿越文化的偏见，亲身感受到一个与媒体叙述截然不同的非洲。这些可爱的人不该被这样对待，那些最善良、最有韧性的人，理应生活在一个更加公平、尊重他们的社会中。